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印度那边的新闻是真多哦，可谓是新闻的制造机哦。今天直接一次性把两个新闻给聊一下。这一个呢是这个印度高铁甩锅的事儿，另外一个是这个印度光辉战机的事儿，都是关于印度制造。好了，废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开始。话说这个印度雄心勃勃的要搞一条孟买到这个艾哈迈达巴德的高铁，听着挺高大上吧？结果呢卡壳了。那卡在哪儿了呢？卡在海底隧道上了。这个海底隧道要挖得用啥？盾构机就是那种钻地的大家伙，号称地下航母。这个印度呢，他自己又造不出来，就找这个德国海瑞克公司订了3台。这按理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可是印度这会儿玩砸了呀！这3台盾构机本来应该在这个去年10月份就到印度了。结果到现在还搁在中国广州呢。你说这个印度急不急？129亿美元的项目就这么停摆了。以前呢，这个高铁出了问题，这个印度就赖日本，这一次赖不着了，就开始赖中国，说中国卡着他们的盾构机不放。其实去年10月份的时候，他们还想着赖德国呢。这个德国的总理去印度访问，那个印度的工商部长拉着这个德国的经济部长体验地铁，在这个地铁里就抱怨哎呀，德国公司在中国造的盾构机，这个中国不卖给我们，你说咋办呢？这个德国部长他也不是傻子直接把球踢回去。这事儿我还得听听你的意见。你看，这都过去了8个月了这个盾构机还在中国待着呢。这德国为啥不帮忙？那中国为啥又不放行？这里面有猫腻。这个印度他这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啥叫延迟原因仍未披露？说白了就是这个印度没脸说这个盾构机本来是2024年10月交货，但是这个印度他没有按合同付尾款。这印度做生意的德行谁不知道想从他们手里面抠钱比登天还难这回也是这眼看着要交货了，这个印度又开始打小算盘想着这个德国人造好了盾构机放这个仓库里1天1个价，就催着赶紧交货。这德国人也不是吃素早就留了一手，说尾款不结清坚决不发货。这印度一看这招不好使了就继续拖着这个尾款。这德国人也乐得拖着，看谁耗得过谁。印度这可是国家工程你拖1天损失多少钱去年10月份交货时间就过了，印度就开始抱怨装可怜说这个中国针对他们想掩盖自己拖尾款的事实。你说说这个印度人这个脑回路是不是有点问题这个工程离不开设备，还要搞这些花样，自己又造不出来，哎呦喂，真是想不通这盾构机它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一个大国重器。中国以前没有自己的盾构机，受了不少气，还花了不少冤枉钱。到后来咱们国家下决心自己搞，从这个图纸设计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硬是把这个盾构机给造出来了。2008年咱们的第一台国产盾构机中铁1号成功下线了。接着2010年开路先锋号也出来了。国外企业一看急了赶紧降价，想保住市场到了这个2021年咱们中国已经能造全球最大的盾构机了，还能给这个客户量身定制，那质量好，价格又便宜，谁不喜欢呀？现在全球的盾构机市场中国占了70%。国内市场更是90%以上都是咱们的。这格鲁吉亚、马来西亚了、新加坡了、意大利了、土耳其了，都在用咱们的盾构机。所以这个印度官员在德国总理面前抱怨中国那纯粹就是瞎扯呀。德国人心里明了跟镜似的只是不想出山他们而已。这个印度人越是抱怨，德国人可能越开心。你老老实实的把这个尾款付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可这个印度偏不，还要耍小聪明，再拖一拖，想占点便宜结果呢，晴天霹雳来了去年11月，中国发布了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这里面包括这个稀土永磁材料电机。这盾构机就用了这个电机，这下好了出口要审查了，印度得提交最终用户证明和这个技术用途说明，中国审查批准才能放行。这可是国家政策不是说哪个企业说了算的。印度没完成审查，盾构机就被中国海关依法滞留了。这下这个印度彻底蒙圈了，后悔肠子都悔青了现在不是什么尾款不尾款的问题了，你就算把这个尾款给结了，能不能运走还得看中国的审查结果。这叫啥？
机关算尽哦，聪明反被聪明误哦。不得不说啊，印度这点小聪明啊，这是玩到家了。现在都快7月份了，你说这个印度急不急？这工程啊，下个月恐怕要第10次延期了。不过啊，这个印度媒体和那些名嘴啊，都没怎么大吵大闹，因为这里面还有更多难言之隐。以前这个印度买到盾构机啊，都要涂上印度国旗的颜色，说是印度金奈工厂制造的。这个德国专家帮他们组装起来，他们就拍照宣传啊，说这个印度啊已经有国产盾构机了。这个印度人居然也信了，以为孟买啊、新德里啊、班加罗尔等城市地铁用的都是国产的盾构机。现在让他们怒喷中国卡脖子，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说好的国产盾构机呢？说白了，这个印度人吹牛啊，把自己给吹死了。以前啊，还有更可笑的是啊，这个中国把这个一台盾构机拆成零件运到孟买了，这个印度啊以安全为由，不给中国技术团队啊发签证，要自己组装。结果呢，这个盾构机啊一直停摆，因为印度人不行啊，最后啊还得求中国呀。德国海瑞克在这个金奈有工厂，德国提供这个核心部件，印度人生产其他部分，再拼装起来。但是啊，这个印度人的作业能力、制造水平和这个严谨性啊，都是远远达不到要求，钱都进了某些人的口袋，最后啊还是得买。现在啊，这个印度高铁工程陷入了无盾构机可用的困境。那怪谁呢？那只能怪印度自己啊，拖欠尾款、占便宜、盾构机挪作他用，这些都是小聪明哦。我想啊，只要给这个印度300-500年的时间，他们肯定能拥有自己的国产盾构机。到时候咱们再来看看他们的高铁能不能顺利修好。另外还有一个关于他们那个光辉战斗机。这个光辉啊，听着名字就挺像回事儿，好像挺厉害的样子，其实就是这个印度啊自己鼓捣出来的，号称印度制造。这个光辉战斗机啊，现在都出到 MK1A 版本了，被称为是成熟量产版。本来吧，这个印度人挺高兴的啊，哎呀，觉得终于能扬眉吐气了一把呀。结果呢，啪，一记响亮的耳光，直接打在了印度制造的脸上。咋回事呢？原来啊，造着光辉的那个斯坦航空突然宣布啊，他们最新一批的光辉战斗机啊，不用自己家产的雷达了，要继续用以色列进口的。这事儿一出啊，印度国内立马就炸锅了。今日印度啊，直接发文，标题就叫“对印度制造的一记耳光”，那叫一个毫不留情啊！你想啊，这个雷达哦，它可是战斗机的眼睛。你说你眼睛都用别人的，还叫什么印度制造？这不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这事儿啊，还是得从印度的国防研究部门说起啊。这个部门就是印度啊搞科研的，哎，他们搞了个什么乌塔姆雷达项目，号称是卓越的意思。这个雷达啊搞了好多年啊，这个印度人啊也挺期待的。这结果呢，这个斯坦航空啊直接说不用了，他们已经找以色列公司买这个雷达和电子战系统了。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啊，之前买这个法国阵风 M 舰载战斗机的时候，本来也是想用这个国产雷达，结果这个法国人死活不同意啊，最后还是用了进口的。哎，你说这个印度人是不是有点崇洋媚外啊？更搞笑的是啊，2021年的时候，这个印度空军签了个合同，要买83架光辉 MK1A 战机。这合同里说好了啊，前40架用以色列雷达，后43架用国产乌塔姆雷达。这个是个大单子啊，总共要花58亿美元呢。这印度人觉得啊，这回啊，终于可以推动国防自主化了。结果呢，斯坦航空啊，现在说83架全用进口雷达。哎呦，这脸打的是啪啪啪响啊！本来这批战机啊，应该在2024年2月就开始交付了，结果到了现在啊，一架都没交出去。你说这个印度人办事效率也真的是够可以的啊！这个雷达有多重要，咱就不多说了。它不仅要探测目标，还要给这个导弹提供制导。这个电子战系统呢，就是保护这个战机安全的。这国防研究部门搞的乌塔姆雷达，从这个2008年就开始搞了，这2012年正式立项。搞了10几年呀，去年才完成技术转让，让斯坦航空和另一家公司生产。这雷达去年还拿到了出口许可呢。哎，你说这都出口了啊，怎么自己家还不用呢？斯坦航空给出的解释是，国防研究部门的雷达和电子战系统没能按时拿到认可啊，为了保证这个项目按时推进，只能继续用进口的。国防研究部门就不乐意了啊，说这个认证早就批了呀。这个电子战系统虽然有点延迟，但进展也很顺利。
国防研究部门还说啊，可以先用国产雷达配上这个进口的电子战系统，结果斯坦航空还是不同意。这更搞笑的是啊，这个印度有个认证中心，今年4月发了个内部通告，说这个乌塔姆雷达已经完成了4个阶段的飞行测试，硬件也符合要求，建议赶紧生产。哎，你说这个斯坦航空啊，是不是故意跟这个国防研究部门过不去啊？国防研究部门的人也暗示啊，斯坦航空啊可能对国产系统没信心。他说啊，印度空军都信任国产系统了，斯坦航空啊应该多给点耐心。还说啊，这个斯坦航空啊选择进口技术啊，削弱了印度国防工业的本土化努力。有个前国防研究部门的科学家叫拉维古普塔，从这个国家安全角度提出了担忧。他说啊，完全掌握国产雷达系统的供应链和这个源代码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还说啊，在这个战争时期，进口系统可能会被远程锁定或者停止技术支持。国防研究部门的人也承认这个项目推进确实面临很多挑战，斯坦航空根本就不愿意配合他们的工作。他说，从零开始开发这种尖端系统本来就很难，而且他们只能用老型号的光辉战机做测试平台，这外国供应商却能用最新的 MK1A 原型机，这资源分配也太不平衡了吧。从这个技术性能来看，乌塔姆雷达采用了先进的电子扫描技术，据说能在100公里外同时跟踪50个目标，还能引导这个武器攻击其中4个。这个印度空军高层对这雷达的评价也很高。你说这个斯坦航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印度人自己吹牛吹过头了，自己都信了呀。斯坦航空是最终给这个空军交货的，那如果验收不通过，责任在他。装了国防研究部门的产品出了问题自己也要跟着遭殃，用洋货就不会有这个连带责任。所以这个印度制造听听就得了，别太当真。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也希望这个印度早日明白靠小聪明是走不远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真正的发展起来。我是小懒，我们下回再见。